看这 Maxim 叼着球，眼巴巴的在等着我跟他玩呢。Maxim， 你自己玩一会儿吧，我还有活要干呢。好不容易休个假，趁着今天天气好，把无花果的枝给它剪一剪。Maxim 只要我出来带着它，不管是干什么，它都是非常的开心。今年的无花果树有5棵了，除了去年的2棵，后来又新种了3棵，还有1棵软籽石榴也是需要保护的。无花果呢是耐寒能力特别差，但是生长能力很强。在我这地区，冬天需要保护，但修剪起来也没有那么多顾忌，非常的容易。像我剪无花果，基本上就按照冬天要保护的高度，给它从下边这些地方留个向外的芽点，直接剪掉。这其他分支修剪都是类似的。看 Maxim 把我剪下的枝子直接叼走玩去了。像这种再生出来的小枝，就直接剪得更短一些就行了。像这种，我就沿着更下的位置给剪了。小枝不要了。这种内生的小枝也就直接剪掉了。这个，等一下我就找来铁丝网给它围上一圈，然后把叶子堆到差不多这个位置，让它覆盖到整个的无花果的植株。这样的话就能把整个地面上的部分保护起来了。今年收集的落叶可能是不太够，回头还得去店里头买几捆麦秆，用麦秆来填充。这一棵也是，现在有这么高，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剪出来。哦，这些枝子拿出来，等会儿再做点微调。这种长得是太扁平了，这样剪掉。这些应该是去年干枯的枝子，也给它顺手剪掉吧。哇，这儿有2根重叠的比较严重，这个太靠外了，到时候我围铁丝网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，我再把它剪一剪。这个也是同样，这个重叠的从这儿根儿给它剪下去了。Maxim 是太喜欢这些木头了，又给我抢走了1根。Maxim， 这给你吧，给他1根又粗又短的，让他拿走玩去。这无花果树也是每年能长出好多的柴火，不过跟桑树比起来还是稍微的逊色一些。再来第3棵。这中间有一个，当时想给它留成1根主干，在上边长分支，没想到下边长出来的更旺盛。我今年接着从下边这儿给它剪下来，这边也是一样。这样的话，就让它这2个枝干还有中间的枝干同时作为主枝来生长，小枝就不要了。这棵是青皮的无花果，上面好多的果实都没来得及完全成熟。现在都干在上边了，开始把这些小枝都去掉，截短。这中间的不要了。行了，我就留这么高吧。到时候上面堆满叶子之后呢，如果能高一些，可能上边的部分还能继续存活；如果上面冻死了也无所谓吧，下边还会继续长出更多的枝条了。后边还有2棵今年春天新种的无花果，长得也不是很大，现在的分支不多。像这个呢，主要就是有2个，那边的那个只有1个分支。我现在上边是昨天新买的鸡饲料弄出来的袋子，临时先绑在这儿了。我是打算把它剪完之后呢，找一些棉布
给它裹起来。裹上之后，外边就是用这种袋子给它再捆一捆，这样的话能起到防寒也能防水。这样应该是比用落叶来堆积要容易一些，而且我感觉效果也应该会更好一点。现在晃得有点太厉害了，先把它拿下来，先直接给它减掉50%，然后小枝一律全都清理掉。好了。Maxim 找什么吃的呢？哎呀，这边是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个主干，它没长出来，反而是从旁边长出这侧枝，长了这么粗。我把牌子拿下来，然后把这老的就去掉了，看已经是干死了。现在高度差不多，刚好这个袋子能把它严严实实的裹住。现在手头没有棉布，回头找一些旧床单啊、旧衣服给它裹起来。裹完之后再拿这袋子套上。这袋子现在没地儿放，先给它套在上面吧。刚才试了一下，觉得还是稍稍的高了点儿，我再往下剪掉一个头，这种小枝给清掉。行，就这样吧。继续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一棵无花果树剪完了，就剩这么一点儿。在咱们这种比较冷的地方种无花果，培养成灌木型的，到冬天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操作模式吧。你想让它长成树给保护，也不是特别现实。其实我以前有的时候也会齐着根儿给它剪，这样的话保护更容易，上边随便堆点什么一盖就行了。到时候第2年它会从根部的地方再滋生出新的无花果来。不过那样的话，速度我感觉是比这种保护要稍微的慢一些，生长慢，到时候结果呢也是结得慢一些。冬天到来之前，那些果实大部分都不会成熟了。如果能多给它们一点保护，让它们果实尽量能早长出2、3周，那无形中就能多收好多的成熟的无花果。这边还有一颗软籽石榴，也是用类似的方式给它保护一下。修剪呢就不能像无花果那样了。我现在稍微的把下边这种影响我保护的侧枝给剪掉一小部分吧。然后上边呢，再把这些小的干枝剪一剪。这石榴我还是尽量给它保护的高一点，就像柿子树那样。等它长大了，看看耐寒能力怎么样。下边还有这个侧枝也不要了。这边这棵耐寒的柿子树 Jero 今年已经长大了，长起来我就不用再保护了。其实本来它也是能耐受得住崎岖这种冬天寒冷温度的。最近这1周还是非常冷的，看它下边原本长得很高大的香菜都已经被冻蔫掉了，都耷拉下来了。现在这些趴在地上的小的香菜苗还是长得比较嫩的，是能够过冬的。这棵富裕柿子树是不耐寒的，在崎岖冬天是需要保护的。我暂时是把下边大概是2/3的部分吧，暂时先用铁笼子加上麦秆给围起来了。回头外边我准备再围一层无纺布，上边呢我也是打算给裹棉布裹起来，然后再尽量弄一个锥形的覆盖物，给它绑结实了。这样的话雨水也就进不去了。现在还不到最冷的时候，我还能稍微的偷懒，还能有几周的准备时间。再看这边这一地的羽衣甘蓝还有萝卜之类的，也都趴倒在地上了。虽然这些菜是耐寒的，能够过冬的，但是也扛不住这么冷的天气呀，都倒下了，自我保护了。这李子树上还居然有一些叶子没有掉光，还留在上面呢。那边的大菜园里边还有之前忘了拔了的一些萝卜，这看起来长得还不错，还没有被冻坏。
今天的天气是相当不错呀，菜园里边的活儿我暂时就先放一放了，等会儿带 Maxim 继续出去跑步训练。嘿 Maxim，Maxim， 等会儿咱们出去了，来，让我过去。你在干嘛呢？把我一个特别大的干了的苹果丝瓜叼走吃去了，这能吃吗？不要乱啃了。啊！哎呀，还是给我抢走了。他喜欢所有的球状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他吃这些东西到底是有没有影响。不过菜园里边像这种丝瓜实在是太多了，也管不住它，看不住它。看他把皮给我剥开，里边的丝瓜瓤看着还不错的。又跑了，又跑了，还叼到他的球一起去啃了。看看刚才剪下的这些枝子也被他抢到这儿了，就喜欢玩球呀、棍子呀、木头呀之类的。哦，这家伙真的给吃下去了，这能不能吃呀 ，Maxim？不要吃了好吗？